小腹的墜痛感猝不及防湧上來，一陣緊過一陣，我捂着肚子彎下腰，指尖掐進掌心。孕39周6天，這是臨產前的宮縮，比我預想的來得更急些。我踉蹌着挪到沙發旁坐下，第一時間撥通了陳浩的電話，聲音裡帶着藏不住的慌亂。陳浩，我宮縮了，好像要生了，你趕緊回來。電話那頭不是預想的焦急，而是嘈雜的音樂聲、嬉笑聲，混着陳浩不耐煩的語氣。喊什麼？我這正跟朋友在外頭呢。談點事，哪能說走就走？談事比你老婆生孩子還重要。我疼得吸了口冷氣，小腹的坠痛讓我說話都發顫。我一個人在家，疼得站都快站不住了。你回来陪我去醫院，哪怕就陪我一會兒也行。女人生孩子不都這樣，矯情什麼？陳浩的聲音更敷衍了，甚至能聽到那邊有人喊他喝酒。他應了一聲，又對我道：你自己先數數宫縮，10分鐘一次，再給我打電話，實在扛不住就找我媽。找你媽，我心口一涼。王桃每天泡在排館，除了吃飯睡覺，幾乎不着家。我孕期，她從沒主動照顧過我。一天她在打牌，能管我嗎？你就不能回來？管不了也得管，她是我媽，你是她兒媳，她不管你管誰？陳浩的語氣裡滿是不耐煩，別總揪着這點事，煩，我掛了。忙音突兀地響起，刺得我耳膜發疼。我看着按下去的手機屏幕，眼淚瞬間湧上來。小腹的宮縮還在繼續，疼得我額頭冒冷汗。玄關的櫃子上，待產的產婦、衛生巾和一次性內褲早就見了底，這是住院必須用的東西。陳浩指望不上，王桃更是靠不住。我咬咬牙，撐着牆慢慢站起來，宮縮還沒到密不可摧的地步。15分鐘一次，小區樓下就是便利店，我自己下樓買，總比在家乾等強。我扶着楼梯扶手，一步一步挪下樓，冷風一吹，小腹的疼稍緩了些。便利店的老板見我捂着肚子，連忙迎過來：小美，你這都快生了，怎麼一個人下來了？你老公呢？他忙，我勉強扯出個笑，扶着櫃檯報了要買的東西，輸2包產婦夜用衛生巾1包，一次性純棉內褲。謝謝老板麻利的拿好東西，一邊掃碼一邊打趣：孕媽手氣都旺。斜對面彩票站剛出了公告，今天開大獎，要不隨手買1張，給寶寶沾沾好彩頭。我本沒心思，可想着老板也是好心，又確實是碰運氣，便點了頭。行書隨機選號，1張就好。老板笑着打印出彩票遞給我，我隨手塞進外套內側的口袋。付了錢，拎着待產用品慢慢往回走。到家時，宮縮已經縮到12-13分鐘一次。我癱坐在沙發上，又一次撥通陳浩的電話，響了10幾聲，無人接聽，再撥，依舊是忙音。委屈和心寒堵在胸口，我隨手滑開手機，刷朋友圈，想轉移注意力。閨蜜的一條動態赫然跳出來：今日彩票頭獎出爐，62億，這運氣直接一步登天了。後面還附了開獎號碼的截圖，我愣了愣，鬼使神差的摸出外套口袋裡的那張彩票，點開截圖，一個數字一個數字的核對，指尖因為緊張開始發抖，0512 1823 29，特別號07，彩票上的號碼和開獎號碼竟然一個不差。我捏着彩票的手指用力倒發，白手機啪嗒一聲滑落在沙發上，大腦一片空白，嗡嗡的，連宫縮的疼都暫时被冲淡了。
62億，我隨手買的一張彩票，中了62億的頭獎。我猛地抓起手機，又一次撥通陳浩的電話，想把這個天大的好消息告訴他。哪怕他剛才對我那般冷漠，可他是孩子的爸爸，是我嫁的人。可電話依舊無人接聽，一遍兩遍三遍，始終是冰冷的忙音。小腹的宮縮再次劇烈襲來，我疼得蜷縮在沙發上，手裡卻死死攥着那張彩票，眼淚混着激動、委屈、心寒一起掉下來。我曾以為嫁給他生個孩子，平平淡淡過一輩子就好，可此刻他的冷漠像一巴掌扇在我臉上。62億這筆從天而降的財富讓我突然清醒過來，我不用再指望他，不用再看王桃的臉色，我有足夠的錢讓自己和孩子過得很好很好。我擦乾眼淚，捂着肚子慢慢坐起來，眼神一點點變得堅定，摸了摸肚子，輕聲說：寶寶別怕，媽媽陪着你，咱們有錢了，以後再也不用求着任何人了。宮縮1分鐘比1分鐘密，疼得我後背貼滿冷汗。我攥着彩票，靠在沙發上，拇指機械地按着陳浩的號碼，一遍又一遍，從無人接聽到直接被掛斷，最後乾脆提示手機已關機。那串冰冷的電子音像一根針，戳破了我最後一點幻想。他根本不是在談事，他是刻意不想接我電話。我疼得蜷起身子，手忙腳亂，翻出閨蜜林夕的號碼。她是我從小一起長大的發小，家在本地，離我家不遠，此刻也只有她能搭把手。電話響了2聲就被接起，林夕的大嗓門帶着焦急：思美，你怎麼樣了？陳浩呢？怎麼聽你聲音不對？西西，我宮縮厲害。陳浩電話關機，我好像要生了。我疼得說不出完整的話，每一個字都扯着小腹的疼。你能不能過來送我去醫院？陳浩那個混蛋呢？林夕的聲音瞬間拔高，滿是氣憤。他不是說陪你待產嗎？我這就過去。你撐住隊了，我剛在城郊溫湯谷溫泉度假村這邊跟我老公吃飯，好像看到陳浩了，我還以為看錯了，剛想拍照片給你確認，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疼意都仿佛被壓下去一瞬。你說什麼？溫湯谷？你確定是他？我還能看錯你老公？林夕的語氣帶着篤定。緊接着一張照片發了過來，你自己看，剛拍的，他摟着個年輕女的，倆人正往溫泉館走呢，笑得那叫一個開心，哪有半點要當爹的樣子。我顫抖着點開照片，屏幕上的畫面像一盆冰水，從頭澆到腳。照片裡的陳浩穿着他早上出門時的那件黑色外套，胳膊緊緊摟着一個染着奶茶色長髮的年輕女人，女人靠在他懷裡，手挽着他的腰，倆人站在溫湯谷的招牌下，背景是溫泉度假村的綠植和噴泉。畫面親密的字幕，林夕還附了定位，清清楚楚顯示着城郊溫湯谷離我家不過40分鐘車程。他說的談事，原來就是陪別的女人泡溫泉。我盯着照片裡陳浩的笑臉，那是我懷孕後從未見過的溫柔。再想起他剛才對我不耐煩的呵斥，想起我臨產在即，獨自在家疼得打滾，他卻在陪別的女人瀟灑。心口的疼比宮縮更甚，疼得我喘不過氣。那女的我看着面生，估計是他藏的小三。林夕的聲音帶着心疼，思美，你別氣，別動了胎氣，我跟我老公現在就開車過去，先送你去醫院。陳浩那邊我去罵他。別去了，我啞着嗓子開口，手指死死摳着沙發扶手，指甲嵌進肉裡。沒用的，
他要是想回來，早就回来了。我掛了林夕的電話，盯着那張照片看了很久，直到眼睛發酸，才隨手刪掉。我抱着最後一絲希望，撥通了婆婆王桃的電話。她是陳浩的媽，就算不疼，我總該在乎自己的孫子吧。電話響了半天，王桃才接，那邊傳來嘩啦啦的洗牌聲，還有牌友的喊牌聲。她的語氣比陳浩還不耐煩，喂，夏思美，你又怎麼了？我正打牌呢，贏錢的局，別耽誤我事。媽，我要生了，宫縮厲害，陳浩在溫湯谷陪別的女人泡溫泉。電話關機，你能不能過來送我去醫院？我壓着心裡的火氣，一字一句說，啥泡溫泉？你別胡說八道。王桃的聲音帶着不屑，根本不信，陳浩那是去談正事了，你就是想找事，看不得他好是吧？生孩子就生孩子，叫你媽來不就行了？我這牌局正關鍵走不開，別煩我了。可我媽遠在老家，趕過來要3個小時，我急得提高聲音，宮縮又一次襲來，疼得我眼前發黑，我現在一個人在家，快撐不住了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有什麼關係？王桃的語氣冷得像冰。你嫁進我們陳家，生孩子就是你該做的，自己想辦法，我打牌呢。掛了，王音再次響起，這一次我沒有掉眼淚，心裡的那點溫情和期待徹底被碾得粉碎。我看着空蕩蕩的屋子，看着手裡攥得發皺的彩票，突然笑了，笑得喉嚨發緊，宮縮已經縮到3分鐘一次，疼得我站都站不住。我知道不能再等了，再等孩子可能會有危險。我扶着牆挪到玄關，拿起手機撥通了120，清晰地報出了地址。掛了電話後，靠在門上摸了摸肚子，輕聲說，寶寶，媽媽帶你去醫院，咱們不靠任何人，咱們自己也能行。掛了電話沒幾分鐘，林夕和她老公就趕來了。一進門看到我疼得臉色慘白，林夕當場就紅了眼，一邊扶着我，一邊罵陳浩這個天殺的，等他回來，我非撕了他不可。我搖了搖頭，靠在林夕身上，看着窗外漸漸亮起來的救護車燈光，心裡已經有了答案，這個家我不奉陪了。救護車的鳴笛聲在樓道裡炸開時，我已經疼得幾乎失去了力氣。林夕和她老公一左一右扶着我，冰涼的擔架碰到皮膚的瞬間，我攥着彩票的手又緊了緊。這張紙是我和孩子往後所有的底氣。到醫院後，醫生快速檢查完，說宮口已經開了2指，必須立刻住院待產。電話響了很久才被接起，那邊的洗牌聲和笑罵聲比之前更響。王桃的聲音帶着煩躁，又打電話幹什麼？我說了我在打牌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媽，我在市婦幼保健院，宫口開了2指，醫生說隨時可能生。我咬着牙，壓着喉嚨裡的哽咽。陳浩聯繫不上，你能不能過來一趟？好歹留個人在醫院照應。市婦幼那離我牌館遠着呢，不去。王桃想都沒想就拒絕，語氣裡滿是不在乎。不就開了2指嗎？早着呢，女人生孩子哪有那麼快？等生了再給我打電話就行。可我一個人在這裡疼得厲害，身邊連個照應的人都沒有。我急得提高了聲音，護工在一旁輕輕拍着我的背，眼神裡滿是同情。沒人照應，不會叫你媽來。王桃的聲音陡然拔高，帶着理所當然的刻薄。你媽生你的時候不也一個人，怎麼到你這兒就這麼金貴？再說了，我這牌局正順，今天贏了快2000了，走了豈不是前功盡棄？你自己忍忍，別淨給我添亂。
我媽在老家，趕過來要3個多小時，她就算現在出發，也趕不上啊。我看着病房裡來來往往的人，別人待產都有一家人圍着，只有我孤孤單單，心裡的寒比宮酥的疼更刺骨。那是你的事，跟我沒關係。王桃說完，頓了頓，又補了一句，還有別總說陳浩聯繫不上，他那是忙正事，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，你別總疑神疑鬼的，安分點生孩子就行。這時電話那頭隱約傳來陳選潮的聲音，似乎是想勸一句，要不我過去看看吧。看什麼看？你趕走試試。王桃的一聲呵斥傳來，緊接着就是陳選潮唯唯諾諾的陳默然。後電話被粗暴的掛斷，再打過去直接被拉黑了。聽着聽筒裡的忙音，我緩緩放下手機，突然笑了，笑的眼淚順着眼角滑進頭髮裡。我終於徹底死心了，原來在他們眼裡，我這個挺着大肚子待產的兒媳連一場牌局都比不上，陳家的骨肉也不過是他們眼裡可有可無的東西。林夕辦完事回來，看到我紅着眼睛，瞬間就火了。是不是王桃？那老太婆又說什麼難聽的了？這家人也太不是東西了。思美，你別跟他們置氣，不值得。我搖了搖頭。錢不是問題。林夕很快反應過來，點了點頭行。我這就辦，你放心，肯定給你找最好的。他拿着手機出去聯繫，沒一會兒就回來告訴我，月嫂和護工最快半小時到，月子中心也留好了，最好的套房，隨時可以入住。我鬆了口氣，又撥通了媽媽的電話。電話一接通，媽媽的聲音就帶着擔心。我忍着疼，跟他說了情況，讓他不用急着趕來，路上注意安全。我有足夠的錢，給孩子最好的生活，給自己最體面的退路。至於陳浩和陳家他們，既然如此冷漠，那從今往後，我和孩子的世界裡，便再也沒有他們的位置。我靠在枕頭上，看着窗外的天空，眼神一點點變得冰冷。欠我的，我會一點一點連本帶利的討回來。夜月深宮縮月密，宮口開到5指時，我疼得幾乎咬碎牙。月嫂一直守在旁邊，幫我調整呼吸，護工定時餵水擦汗。這陣仗比陳浩和婆家加起來都上心。凌晨4點多，陳浩的電話終於打了過來，那邊的聲音帶着惺忪的睡意，絲毫沒有半分愧疚，反倒理直氣壯。思美，你怎麼樣了？昨晚談事談太晚，喝多了，手機沒電，關機了。剛充上電，看到你一堆電話，我聽着他拙劣的借口，心裡只覺得可笑，連生氣的力氣都沒有。是婦幼保健院，宮口開5指，醫生說今天大概率生。他頓了一下，似乎沒想到情況這麼急，敷衍道，行，我知道了，我這就跟我媽他們說一聲，一會兒過去。掛電話前甚至沒問一句我疼不疼，需不需要什麼。掛了電話，我閉着眼靠在枕頭上，月嫂輕聲說，姐，你老公這心也太大了，哪有媳婦快生了還這麼不上心的。我扯了扯嘴角，沒說話。他何止是不上心，他的心思從來就沒在我和孩子身上。沒過多久，我就聽到病房外傳來王桃大嗓門的聲音，隔着老遠都能聽清，顯然是故意說給我聽的。陳浩那點工資哪夠花，那是自然。王桃笑得得意，等生了大胖小子，我就讓他把工作辭了，專心在家帶孩子。陳浩在外頭掙錢，家裡的錢還得歸我管，省得他手裡有錢就亂花。他們邊走邊說，絲毫沒避着人。
病房裡的月嫂和護工對視一眼，都露出了鄙夷的神色。我攥着被子的手緊了緊，心裡的寒意更甚。他們從頭到尾關心的，從來不是我能不能平安生產，而是孩子能不能給他們帶來好處，能不能拿捏住我。沒一會兒，病房門被推開，陳浩走在最前面，頭髮亂糟糟的，身上還帶着淡淡的香水味，不是我的味道，是那個女人的。他身後跟着王桃和陈選潮，王桃手裡拎着一個塑料袋，裡面裝着幾斤便宜的蘋果和一兜雞蛋。陳選潮手裡提着一個破舊的保溫桶，說是熬了小米粥，一看就是隨便糊弄的姑姐。陳婷跟在最後，空着手，臉上卻堆着假笑，一看就是來蹭好處的。陳浩走到床邊，假模假樣的拉着我的手，語氣敷衍思美，辛苦你了，我來晚了。他的手剛碰到我就下意識的躲開，那股香水味讓我胃裡一陣翻湧。王桃把塑料袋往床頭櫃上一放，也不管我疼不疼，直接凑到肚子邊看，嘴裡念叨着，肯定是個大胖小子，我們陳家終於有後了。說完，他轉頭看向我，頤指氣使道思美，等生了孩子，可得好好補補。不過也別太嬌氣，女人坐月子哪有那麼多講究？我當年生陳浩，第3天就下地幹活了。陳婷也湊過來，笑着說：“弟妹，恭喜呀，等孩子生了，可得給大侄子包個大紅包。對了，我家孩子今年要報補習班，學費有點貴，你看你這邊方便，能不能先幫襯點？都是一家人，別見外。”王桃立刻附和婷說的對，都是一家人，互相幫襯是應該的。還有我跟你爸結婚這麼多年，連個金鐲子都沒有，等孩子生了，你給我買個重的，也算給孩子討個彩頭。陳選潮也讷讷的開口，那個，我那老摩托車騎了好幾年了，總出毛病，等孩子生了，能不能換個新的？不用太貴，幾萬塊就行。陳浩也跟着開口，臉不紅心不跳，老婆，我那車也該換了，以後帶孩子出門開個好點的車也有面子。你看他們，你一言我一語，把病房當成了討價還價的地方，每個人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盤，盤算着從我這裡撈點什麼，仿佛我是他們的搖錢樹。生了孩子就該被他們予取予求，沒有一個人問我疼不疼，沒有一個人關心我要不要緊，甚至連看都沒看我蒼白的臉一眼。我靠在枕頭上，冷冷地看着他們，看着王桃滿臉的貪婪，陳選潮的懦弱算計，陳婷的精明刻薄，還有陳浩的理直氣壯。他們都以為我還是那個沒脾氣沒底氣，靠着陳浩過日子的夏思美，以為生了孩子，我就會被他們綁在陳家，任他們拿捏。他們不知道我手裡握着62億的大獎，不知道我早已看清了陳浩的出軌嘴臉，更不知道他們的如意算盤從一開始就打錯了。我沒說話，只是冷冷地看着他們。月嫂识趣地退到一邊，護工也站在角落，病房裡的氣氛漸漸冷了下來。王桃見我不說話，皺着眉剛想發作，醫生就走了進來，說宮口已經開到7指，準備進產房。王桃立刻喜笑顏開，拉着陳浩的手說，快跟進去，等着抱大胖小子。陳婷和陳選潮也跟着歡呼，一個個臉上滿是期待，仿佛馬上就能拿到想要的好處。他們浩浩蕩蕩地跟着醫生往產房走，滿心歡喜地以為等待他們的是陳家的大胖小子，還有唾手可得的利益，卻不知道等待他們的是一場讓他們措手不及的反轉。產房的門被推開，
醫生示意家屬在門外等候。可王桃哪裡按捺得住，拉着陳浩就往裡面擠，嘴裡還嚷嚷着我是孩子奶奶，我得進去看着，萬一要是個大胖小子，我得第一時間抱。陈婷和陳選潮也跟着起哄，不顧護士的阻攔，硬生生擠進了產房。可他們剛邁進產房一步，臉上的笑容就瞬間僵住，一個個像被施了定身咒，站在原地，眼睛瞪得溜圓，嘴巴張得能塞進一個雞蛋，連呼吸都忘了。產房裡沒有他們預想的慌亂，也沒有我撕心裂肺的哭喊，只有專業的醫護人員在有條不紊地忙碌着。我躺在產床上，臉色雖然依舊蒼白，卻沒有絲毫慌亂。月嫂守在我身邊，輕輕幫我擦着額頭的汗，低聲安撫着我。另一名護工則在一旁整理着待產用品，動作麻利又輕柔。產房角落的椅子上還坐着一位穿着職業裝的女人，手裡拿着文件，正是我提前聯繫好的離婚律師。這陣仗徹底超出了他們的預料。王桃下意識地皺起眉，語氣裡滿是疑惑和不滿。夏思美，你搞什麼名堂？生個孩子還請這麼多人，浪費錢不是？還有這個女的是誰？我沒看她目光落在陳浩身上，她看到律師的那一刻，臉色瞬間慘白，眼神躲閃，下意識地往後退了一步，嘴裡喃喃道：思美，你找律師幹什麼？幹什麼？我扯了扯嘴角，聲音冷靜的沒有一絲波瀾，卻帶着刺骨的寒意。陳浩，你覺得我找律師能幹什麼？說着，我抬了抬下巴，示意月嫂把我的手機拿過來。月嫂立刻遞上手機，我點開相冊，調出林夕拍的那張照片，又點開陳浩和蘇晴的聊天記錄裡，面全是兩人曖昧露骨的對話，還有他們規劃着等我生完孩子就偷偷轉移我們婚後的那點微薄財產，帶着蘇晴去外地瀟灑的聊天記錄，每一條都刺目得很。我把手機遞到他們面前，冷冷地說：你們自己看。這就是陳浩說的談正事，這就是他在我临產在即，躲在溫泉度假村做的好事。陳浩的臉瞬間變得慘白如紙，慌忙伸手想去搶手機，語氣慌亂地辯解：思美，你聽我解釋，不是你想的那樣，我跟他就是普通朋友，那照片是誤會，聊天記錄也是他故意挑撥的誤會。我冷笑一聲，語氣裡滿是嘲諷，普通朋友會摟着腰逛溫泉度假村，普通朋友會說等夏思美生完孩子我們就遠走高飛。陳浩，你騙誰呢？騙我這個傻子，還是騙你自己？王桃見狀也慌了神，可他還是強裝鎮定，上前一步拉着我的手，語氣瞬間軟了下來，帶着討好：思美，誤會，都是誤會。陳浩年輕不懂事，一時糊塗，你就原諒他這一次，看在孩子的份上，別鬧，離婚多不吉利啊。原諒他。我用力抽回自己的手，眼神冰冷地看着他。我臨產在即，疼得死去活來，給他打電話不接，關機逃避，陪着別的女人瀟灑，你讓我原諒他。我給你打電話求助，你說你要打牌，讓我找我媽，說生孩子是我該做的，現在你讓我原諒他，王桃，你覺得可能嗎？陳選潮也湊了過來，讷讷地開口：思美，都是我們的錯，我們不該對你冷漠，不該只顧着自己，你就再給陳浩一次機會，孩子不能沒有爸爸，孩子有沒有爸爸我說了算。我語氣堅定，目光掃過他們每一個人。從今天起，我和陳浩離婚，孩子是我一個人生的，跟陳家沒有半點關係。你們別想碰他，更別想從他身上撈到任何好處。
陳婷這才反應過來，臉上的假笑徹底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不甘和慌亂。她上前一步，急聲道：薩斯美，你別太過分，孩子是陳家的根，你憑什麼不讓我們碰？還有你嫁給陳浩這麼多年，吃我們的，用我們的，現在想離婚就離婚，你得給我們補償補償。我看着他，眼神裡滿是鄙夷。我嫁給陳浩，孕期沒人管，臨產沒人陪，你們除了算計我，還做過什麼？我吃你們的，用你們的了。這麼多年，陳浩的工資勉強夠他自己花，家裡的開銷哪一樣不是我婚前的積蓄？你們還好意思跟我要補償？說着，我看向身邊的律師，輕聲道：李律師，麻煩你了，把離婚協議和財產分割協議拿出來吧。李律師點了點頭，站起身，把2份文件遞到陳浩面前，語氣專業而冷靜。陳先生，夏女士已經委托我處理你們的離婚事宜。協議上寫得很清楚，婚後共同財產，無大額財產歸各自所有，孩子的抚養權歸夏女士所有，陳先生無需支付撫養費，但也無權探視孩子，從此斷絕一切關係。簽字後，協議即刻生效。陳浩看着那份離婚協議，手不停地發抖，既不敢簽字，又不敢反駁，眼神裡滿是慌亂和不甘。思美，我錯了，我真的錯了，你再給我一次機會，我跟蘇晴斷絕關係，我好好照顧你和孩子，再也不惹你生氣了，行不行王？陶也跟着求情，語氣卑微。思美，媽知道錯了，媽以後不打牌了，媽好好照顧你坐月子，好好帶孩子，你別離婚，別讓孩子沒有爸爸，行不行？陳婷和陳選潮也在一旁附和着求情，往日的囂張和算計，此刻全都變成了慌亂和不甘。他們看着我身邊的月嫂、護工，還有一臉嚴肅的律師，終於意識到我不再是那個可以任由他們拿捏的軟柿子了。可我心意已決，看着他們卑微的模樣，心裡沒有絲毫憐憫，只有無盡的釋然。不用了，我不需要你的照顧，也不需要孩子有你這樣的爸爸，更不需要你們這樣冷漠勢利的家人。陳浩要麼簽字，要麼咱們法庭見，到時候我不僅要離婚，還要把你出軌的事情告訴你公司的所有人，讓大家都看看你是什麼樣的人。陳浩的臉色徹底垮了，他知道我說到做到，若是鬧到法庭，他不僅會身敗名裂，還會一無所有。他顫抖着拿起筆，在離婚協議上簽下了自己的名字，字跡潦草的不成樣子。簽完字，我讓律師收好協議，然後冷冷地看向陳家4口，協議已經簽了，從現在起我們兩清了，你們請出去，不要再在这裡打擾我生產。王桃還想說什麼，卻被陳浩拉住了，他搖了搖頭，臉上滿是絕望和不甘。拉着王桃，陳選潮和陳挺灰溜溜地走出了產房。走到門口時，王桃忍不住回頭看了一眼，眼神裡滿是貪婪和不甘，卻終究沒敢再說話。產房的門被關上，隔絕了他們的氣息。我終於鬆了口氣，眼淚忍不住掉了下來。這一次，不是委屈，不是心寒，而是釋然和解脫。月嫂輕輕拍着我的背，柔聲安慰姐，別難過，都過去了，以後你和孩子都會好好的。我點了點頭，摸了摸肚子，臉上露出了久違的笑容。都會好好的，寶寶，咱們一起加油。以後媽媽只疼你一個人，給你最好的生活。